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韩义的东西吧？编啊，再接着编啊。你要是能编出来，这上面为什么写着你的名字，我就算你过关。也许啊，我也只是猜测，是不是韩义淘宝商城新上什么业务了呀？拿我的名字新做了个模板。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不许打，这里面有问题。韩义天天鼓捣这些东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我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？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成绩单的事情露馅了，统一口供。馅儿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打错字了吧？这能输入？统一什么口供啊？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说实话了。我一直在撒谎，跟家人撒谎。够啊！我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长大，奶奶一直希望我有出息，希望我出国读书，光宗耀祖。可是我一直又不争气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，数学公式、化学原理对于我来说就跟天书一样，但是我又不能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，所以这么多年来只能用这种办法一直在骗奶奶。而且奶奶是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一般的方法是瞒不住的。无奈下，只能让韩义按照真的成绩单去伪造的。听上去倒是解释得通了，而且你也没跟我说过你爸妈的事，这一点倒是也对得上。但是我不能完全相信你，我要等待会儿韩义回来的时候问问他，如果你们俩说的一样，我就算你过关。韩义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，虽然我们两个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但是韩义他怎么可能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帮你呢？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以他龟毛的个性，他不把你7大姑8大姨以及旁系以内3代亲属都调查个明白，哦，我知道，你还是没有完全交代，有所隐瞒，对吧？真没隐瞒。韩义龟毛我也知道啊，所以我就编了另外一个理由告诉他，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这是我唯一一件隐瞒他的事儿。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你要是真想知道，你问韩义去吧。那你们两个的答案如果不一样，就失去了分开审讯的意义了。是啊，本来就没有多大一事儿，你为什么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呢？哦，累死我了。回来的正好，把手机给我吧。我手机都没电了，你要我干嘛呀？跟我到书房去一趟。气氛怎么这么凝重啊？快走，聊聊。你和西川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等等，你这话怎么说的我那么恍惚呢？怎么就感觉我是个小三儿呢？今天禁止耍贫嘴，我也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。如果你能把来龙去脉都说清楚的话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瞒着你的事儿是吧？没有。那就是西川撒谎了，他可是说有。哦，
说吧。给个提示呗。提示就是西川是不是委托你帮他做什么事情了？啊，你说的是道歉信的事儿吧？那封道歉信确实是我帮他写的，您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这事儿我当天就知道了，你再想想吧。不是这事儿啊。哦，你说的是行李箱的事儿吧？你不用看我，我没打断你，你就继续。那我只能高度的概括一下啊。西川呢想帮你赎那个戒指，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把钱给你，于是就请我帮忙策划。我呢就让你假装啊在后备箱发现了这个旅行箱，然后让你觉得天上掉馅饼。但是你老人家有一颗菩萨心肠，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7749，不对，是9981难，最后也没能把钱送到你手里。那我就要问了，西川一个黑车司机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话问，一没偷，二没抢，那肯定是惨的呀。就算他一个月能赚1万块钱，不吃不喝也得攒个2年多才能凑齐吧。而且西川好像只开黑车1年多，也不是每天都出工，再加上成本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！是，我是借了他一部分。他家里面也借了他一部分。家里？那你说说西川的家庭吧，家里都有什么人啊？都是做什么的？西川怎么说的？西川怎么说的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就是问问你，如果你不敢说的话，就说明他是在撒谎。不是，西川的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差吧？啊不，也其实也没那么好。到底是差还是好？西川到底怎么说呢？西川说他自己是实话实说，所以我来问问你，他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？那我也实话实说了。西川其实不是黑车司机，这你应该知道吧？知道了。好，西川其实是个富二代，这你应该也知道了吧？你终于是说到点儿上了。他的父母呢送他出国读书，但是他心里面牵挂失踪的前女友，于是呢就回国来找，问我借捷达车代步。哎呀，但是在楼下的时候呢就碰到了你，然后你把他当成黑车司机了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在扮演黑车司机。我说你们俩真够呛，我又不歧视富二代，有什么可隐瞒的？这不还怕解释起来麻烦吗？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西川的奶奶你有了解吗？他奶奶，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他奶奶就去世了，我还跟他一块儿上过坟呢。我说的可全都是实话。第二个抽屉，还有他国外的成绩单。其实我就是想问你成绩单的事情，没想到你给了我那么多惊喜。